大家好，欢迎收看。就是说，有学员提到有关于人物介绍、人物简介、电脑版剪映怎么做。好，我们在做人物出场、人物介绍的时候，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凸显人物，弱化背景，文字介绍。那当然，同时间我们可能就是按照它的内容，我们再加一点点的音效。好，那只要抓到这基础的这几个点，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来做制作了。来，我们示范一次。好，我们直接进入剪映电脑版，导入我们想要做人物介绍的影片。到的是我这几年来担任讲师跟顾问的相关。当然，在这个影片的片段，我们就会先找一个合适的画面。以这个来讲，他是讲师，那我们要包装的是他相对的是他的专业嘛。所以，假设我要包装这个人的专业，我们当然会找一张看起来比较具有专业感比较权威感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我们会整个解释一下，大概画面当中哪几个画面呢？它的那个气势会比较强。好，假设像他在这里伸出手的这一段，搞不好是最 OK 的。来，我们直接在这里点选定格。那我要的就是他这里的一个小片段，好，一个小片段。好，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嘛，三件事情：第一个，突出人物；第二个，弱化背景或虚化背景，或是更改背景，然后突出人物。然后第三个是文字介绍，这个介绍的，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直接选择定格，它出现的秒数是3秒钟，标准3秒钟。那会不会用到3秒钟？看你的文字介绍。如果你的文字介绍比较多，我们需要的秒数一定是比较长，因为人家要看完那些文字，他要花点时间。如果我的文字介绍很少，那相对的，我可能那个秒数就可以不用那么长。所以这个取决于你本身影片的节奏的部分，那看你怎么去抓。好，那以这一张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先选择定格，后面我先不要了。来，我先选择定格，选择 Ctrl+C，Ctrl+V， 直接复制一个在它的上面。那我们将下面的这一张直接把它做雾化处理，直接做成，或者我们做其他处理也可以。假设我想要选一张不同的颜色，我找一张色卡。风格样貌应该是什么颜色比较做搭配？那我上面呢，我先随意的选好一张比较暗色的颜色比较深的作为底作为底色。好，那这一张呢，我们就来，那我们点选上面这一个，选择抠像，选择智能抠像，它就直接帮你抠除这个人物之外的东西。那后面背景的部分我们调一下，这种颜色跟他个人的差异还蛮大的那如果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可能就会使用一些贴纸、贴图，或是其他的一些笔触或等等的一些图案，稍微把它做一个调整跟变更。那人物的部分，因为我让它高举左手，所以我人物的部分呢，我让它有一点点往左上角偏移，或是人物的部分再往左偏移一点点。那在这边我有3秒钟的时间，我选择基础，选择关键帧，设定它的位置大小，然后再来这边我们选择滚轮Ctrl 跟滚轮向前。好，那我的设定快捷键是用 Premiere 的快捷键。我用这个东西来作为这个操作。那我前面有提到过就是很多学员在操作这个时候，我的建议是尽量去使用快捷键，因为这可以让你节省更多的时间去做操作。5帧左右的一个位置，然后直接放大往左边移动。在这里我们直接加上我们需要介绍的文字。好，然后我把字体呢放在靠右边的位置，就是做阴影。希望字体的部分呢，可以跟画面前面可能有稍微一点点的一个动态的感觉。我们可以选择使用入场动画来增加一点点的字体变化让画面整体有一个比较和谐的动态的感觉。搭上音效，包含像文字滑入的音效，所以我在这边选择一些适合的音效。好，然后声音不用那么大。
贴纸贴图，我希望在它的后面做一点点这个笔触。我们选择一张比较符合我们想要的图片照片，直接做一个下载的动作，去背，然后当做是一个背景放在后面，线上去背。好，那我们将这张添加在我们需要的。所以呢，我在这里我选择修改，选择自由层级，点选保存，然后我将人物的部分移到最上面。好，随便做一个处理就让它文字的部分有一些调整。蛮多的因为主要是好。那当然，我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元素啊，再调整一下它的位置。然后文字的后面呢，我想要再加一点点的贴纸放在文字的后面，所以我选择一个脱墨的也可以。那旋转好位置跟角度，让它在文字的后方。那我人物呢，还是让它在最上面。这个图在字的后方，人物依旧还是放在最上面。好，那在这里呢，我会依照情况，有的人我会加一个背景的音。好，假设像这个音乐，我只想要取它某一个小段。这样一个简单的人物出场介绍就可以出来了。目前上面大家看到的是我这几年来担任讲师跟顾问的相关经验其实还蛮多的因为主要是我可以直接用素材包来帮我做到这个人物介绍。如果我简单快速要去做介绍的话，当然最快的方式，我们直接用素材包就可以直接帮我把人物介绍整个做出来。那如果我觉得，怎么大家好像都是在用这个重复性有点高，我想要自己来设计相对应的内容，那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自己做制作。你只要记住这3个原则：弱化背景、虚化背景或是更改背景，然后凸显人物、文字、旁白、内容。那描述的部分呢，依据你要介绍的这个人，他的文字介绍比较多，我的描述就需要长一点；他文字介绍比较少，比方说可能这个人出来，我们叫他小乐，那就只有2个字啊。多数人在看跟判读不需要太长的描述，那我们可能会控制在1秒半、2秒当然也要看你本身影片的节奏。那再来，如果他的介绍可能有很多的头衔、很多的公司、很多的内容，那他需要的描述肯定就要长一点点甚至于说。如果他我们介绍需要这么完整的情况之下，我们搞不好还要自己来做配音来介绍这个人或者说我们简短的1、2句话来介绍这个人，那这样子他需要的描述就会更长。所以人物介绍的基础架构是这个样子，那你需要的你要调整的内容，依照你的整体的影片的节奏状态，我们会去做一个调整。以上就是电脑版剪映，我们在做人物出场介绍比较简单的一个做法，分享给大家，谢谢。你可以看我吗？我是75，我的使用照条公馆的手提包，它保湿不紧绷，这样子。